太阳的寿命现在大概只剩下了50到70亿年，但是地球上的生命最多只可以生存10亿到20亿年。因为到了那个时候，地球上的海洋将会沸腾啊！如果放点底料进去的话，整个地球就是一个火锅啊！那今天我们就说一下人类还有地球未来的结局以及可能的灭亡方式。好，首先从地球生命的演化来看，地球上的生物总是经历着繁荣、消亡、再次繁荣的过程啊，总是这样在波动，对吧？比如前5次的生物大灭绝，当时地球上70%到80%的物种都消失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统治地球的物种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，比如上一代地球的主人恐龙啊。如果这个规律还起作用的话，那下一次，也就是第6次生物大灭绝啊，首当其冲就是我们人类自己。这就跟重新洗牌是一样的。那更为严重的是，我们人类比以往任何一个物种对地球的伤害都要严重，比如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生态失衡啊，以及物种多样化的降低，还有温室效应所带来的气候灾难，这些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对吧？所以说第6次生物大灭绝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。还有地球有限的资源、战争以及各种自然灾难的威胁，比如病毒、小行星、火山喷发等等，这些都是未来会导致生物灭绝的因素。要知道人类出现的时间还不到100万年，智人出现也就50万年的时间，我们正儿八经发展科学才400来年的时间，对吧？但这么短的时间，人类对地球的消耗还有破坏是有目共睹的。这就是为啥我们要不停地探索外太空的一个原因，我们希望能够找到第2个人类的家园。如果人类能够躲过以上的灾难，那地球上的生物的灭绝也是不可避免的。因为随着太阳核聚变的进行，核心堆积的氦会越来越多，核心在变大的同时，发生聚变的区域它也在变大，所以太阳从诞生到今天，它的光度一直在增加，目前已经增加了20%，就是说再过10亿年到20亿年，太阳的光度再增加10%，它释放出来的能量就会让地球上的海水大量的蒸发。当大气中充满水蒸气的时候，温室效应就会加剧了，进而就会造成海水沸腾啊，地球将会变成金星，完全不适合生命的生存啊。也许只有少数简单的生物能够在地球的云顶上生存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10亿到20亿年以后，这将是所有生命的终点啊。那除了生命以外，地球未来也会消亡的。因为再过50到70亿年，太阳核心的氢消耗完以后，核心就会收缩升温，开始进行氦聚变。由于氦聚变释放出来的能量非常大，所以辐射出来的光子就会把核心以外的物质吹散了。此时的太阳就会从主巨星过渡到亚巨星，再从亚巨星过渡到红巨星，直径将会膨胀到现在的100倍，亮度将会达到现在的几千倍啊！到那个时候，水星和金星肯定会被太阳吞噬的，地球有可能会被吞噬，也有可能不会。那这一点我们现在还不是特别的确定。那如果没有被吞噬的话，那么地球将会成为距离太阳最近的一颗星球啊，就跟现在的水星是一样的，没有大气层，表面一片荒芜。不过地球本身还能够生存很长的时间啊。再过数亿到数十亿年，太阳核心的氦也会消耗殆尽，核心继续收缩升温，但不会引发下一步的核聚变。那么此时的太阳将会死亡，变成一颗白矮星，它的外层会被吹散，形成行星状星云。如果此时的地球没有被吞噬的话，它将会绕着太阳的尸体继续运行。如果有一天一块系外行星或者是恒星突然闯进了太阳系，地球就有可能会在引力的射动下被甩出太阳系，变成一颗流浪行星，一直漂浮在深邃的宇宙空间中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地球也有可能闯进另外一颗行星系啊，被那里的母恒星捕获，变成另外一个行星系的星球。不过这个几率是非常低的，但也是有可能的，对吧？如果地球没有被抛出去，将会一直绕着太阳的核心运行，但引力辐射会一直让地球的轨道衰减，直到10的 S6次方年以后，地球将会螺旋撞向太阳，此时的太阳也会冷却，变成一颗黑矮星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们曾经所知道的一切啊，我们来过的痕迹都将会被宇宙抹去了。这就是人类和地球的未来可能的灭亡方式。不管是哪一种，人类都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地球上，甚至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太阳系。所以我们需要发展科技，需要走出去，这才是人类未来的希望。这就是为啥我们要大力的发展航天，因为地球就是一个孤岛，而宇宙才是广阔的海洋。那这里补充一下啊，就是说45亿年后还将发生一件大事，那就是仙女座星系和银河系星系相撞融合在一起。由于星际空间比较广阔，不管是地球还是太阳，在宇宙中就跟尘埃是一样的。
所以两个星系相撞的时候，某一颗星球直接碰撞的几率是比较低的。所以到了那个时候，对太阳系的影响应该比较小，但不排除有一些流浪行星或者是恒星突然闯进了太阳系，造成引力射动，把某些行星给甩出去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地球。这两个星系相撞的时候，由于对气体云的扰动，星系中还会爆发快速的恒星形成过程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星爆。所以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在天空中看到的景象可能是这样的，非常的绚丽。好，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是理论科学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，拜拜。